B2轰炸机开始具备发射 JASSM 的能力，增加现有机队的作战水平，还是给新一代 B21在趟路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陆小飞。最近呢，大家一直都很关注美国的 B21轰炸机什么时候能够实现首飞，因为 B21是美国打算用来对付中国进行战略威慑的重要工具嘛。而中国这边呢，大家也关心我们的同类产品什么时候能够亮相。所以前几天，西安一家民企参照军事杂志封面做了一个模型玩，也弄得国内外网站一惊一乍。国外一些军事网站也对这个模型做了很认真的分析评估。我一想，这倒是个利用民企跟互联网进行战略忽悠的新途径了。不过，大约3天以前，美国还是完成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实验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需要特别留心的，就是美军对 B2轰炸机进行了再次升级，实现了携带发射增程型 JASSM-ER， 也就是 AGM-158B 的能力。B2轰炸机呢，以前能够携带16枚 AGM-158A， 由于 A 跟 B 两个型号外部尺寸是一样的，所以 B2携带 AGM-158B 的数量也应该是16枚。而这里边的区别在于 A 型的射程大约是250英里，而 B 型射程是600英里，这都快1000公里了。未来还有可能研制 AGM-158D， 就是通过升级双向数据链，能够在导弹飞行中更换目标，能够更改飞行航路规划。此外呢，还考虑一种变形，就是要安装抗干扰的 GPS 导航设备。我估计，除了使用抗干扰能力比较强的 M 码接收机之外，这个新弹种呢，可能还会使用自适应天线，用来规避干扰信号。现在啊，中美在隐身还有反隐身的领域的较量，已经让美国感觉到，光凭隐身轰炸机的性能去穿透中国的防空网风险太大。这就回到一个老问题了：是让飞机隐身突防好，还是让导弹隐身突防好？以前我们看到 B2凌空投掷杰达姆炸弹，这个呢就是飞机隐身突防思路。你像 B2或者是 B52携带隐身巡航导弹，这就是导弹隐身思路。反正美国为了安全保险，在 B2上选择的是2条腿走路。B2采用射程1000公里的隐身巡航导弹，也是从侧面说明美国对中国的能力做了什么样的评估，也就是他们要保证自己安全 ，B2也要距离中国岸边1000公里左右，才能避免被解放军前出部署的预警机和其他预警体系找到。确实呢，这种能力提升给了 B2更多的安全开火位置，增加了我们的防御难度，意味着我们必须把预警跟拦截的纵深进一步加大，而我们各种探测平台的间距也要进一步缩小。简单说，就是需要更大的渔网，而且网眼还必须特别小。这个要求确实挺高的，离开大量的无人预警机这些装备，光靠有人预警设备，那个成本太高。所以我估计下一阶段，国内各个相关的科研单位就要重点攻关长航时无人预警机的组网了。另外，美国的 B21服役之后，应该也会挂载 AGM-158B 这样的弹药，而且这次 B2呢还更新了辅助雷达瞄准系统，用于在没有 GPS 支持的情况下投放其他精确制导弹药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用于 B61 Mod 12战术核弹的精确投放。这种新型核炸弹当量是可调的，最小可以相当于300吨 TNT，F-15、F-35多种飞机都可以使用，所以对投掷精度要求也比较高。由于很多弹药是 B2和 B21通用的，那么 B2的升级可能会用上一些与 B21相同的机载设备、雷达瞄准系统，还有发射导弹用的软件等等。这样，经过了 B2的升级和测试， B21在试飞过程中，到了武器投放能力测试阶段，进展可能会很顺畅。好，关于 B2升级性能这件事情呢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聊。